确定是哪里的问题，因为之前已经有送修过一次，但是可以用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又不行了。对，大概撑多久？我没有实际修，但是可能有1个月左右。啊，才1个月。这位台南的客户首次找我们维修打包机，客户还先跟我们确认维修流程，有可能曾经有着不好的维修体验。以下是我们的维修 SOP 流程。我们的维修流程，机器拆解全部检查过后，先到报价。报价同时，因为我们维修都有拍摄嘛，让客人知道说他这台机器的实际情况。客人同意之后，我们才会进行完修的动作。这就是我们的维修 SOP。知道情况后，我们立即出发到台南，我们要重拾客户对维修的信心。他是说，我们打带机，然后再把它弄上去之后，按理论上它是应该要收集，对，他没有办法收集，都是没有动作。对。哦，现在按没有反应，它连显示故障码都没有哎，连2号都。这个送修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送修也是不会动，对，修后来撑了1个月，还是同样问题。对。好，那我跟你确认一下，这是你们目前的模式吗？对 ，Auto， 你们都是用 Auto？ 不对，我们之前是用手动裁掉。手动。对，按完1之后才自己再按2。所以你们都是用手动。对，了解。你们应该做用一个模式，不会用其他模式嘛？对。因为目前看到你们的拉力是很低，因为再高的话打到它就会断掉了。啊，你们用的很薄哦。对，你们是 PP 带吧？黄色的那种。黄色的那种。了解。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比较科技业的，就是会有一种系统化管理，就是怕给操作人员。对，他们不要去动到。听到客户遇到的困境，我们立刻处理这棘手的问题。拆机第一步，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外壳螺丝有的锁得过紧，这可能会影响密封性。先做初步检视，削屑都跑进滑轨里了，这会导致零件加速的磨损。接着进一步拆解，检查线路是否有被压伤。看到这样，马达一定要检查才行。执行线路系统查修。熔接钮要发出警告音才是正常的，这样是不正常的。透过我们内部的短接测试，确认基板输出正常，再用电表抓出真正的元凶是开关线组。星杰坚持双重确认，绝不让客户花钱乱换没坏的基板。但我们不只修坏掉的地方，执行机构检视。目前所看到的重要部位都是必须做彻底清洁的，以及零件老化检视，执行马达核心拆解。实际状况健康良好，无需更换，并备注在报价单上。接着进入到魔鬼的细节，这个细节其实是有原厂规范的。我发现这个振动臂的接触面已经磨损了，新旧对比，齿面与红线处厚度的差异，依照原厂手册规范标注蓝色的部分，这里才是关键要素，建议更换。我把这个状况如实告知客户，由客户决定是否更换。这就是我们坚持的透明，不仅是弧形沟槽磨损，连带内部轴承都必须一起更换才行，这是让振动效率变差的因子之一。抓住问题后，我们不急着修，我们会把刚刚发现的故障点、磨损点全部拍成影片，连同详细报价单传给客户。在新捷，没有先斩后奏的维修，只有当您看懂了、同意了，我们才会动工。这就是我们的维修 SOP。改成跟那台一样哦，对，操作模式就一样了。好，所以你就不用再分需要按，然后再按2号，需要再多打几次吗？我再绑这个 OK， 好，应该就没问题。OK。好。你也遇过修不好或不知道修了什么的状况吗？找新杰，体验看得见的维修标准。原厂机维修，敢让你看见性能标准。因为我们那个其实也是刚来的时候可以用，然后那个用了1个月之后，
好像又怪怪的。又怪怪。可是上次修完用1个月就怪怪的，不能用，那你就一直摆着摆那么久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好有第2台可以，它是时好时坏，有人用不行，然后又有人又说，可以啊，可以用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，但不太确定为什么。所以就是这样拖。对，后面主管还是觉得要它能正常使用。如果刚好那台也坏掉，那2台坏掉，那错赛了。不会错赛，就是再回归原始嘛，用手动在那边自己夹。所以你们还是有夹的啊？有，真假的？对，有。那个已经算古董了嘞。也不是古董啊，外面现在五金行有在卖，但是越来越少了。对，那时候有去那种小北问没有？要去工业型的那种五金行才会有。对。